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还有不到半个月时间，三星 S24 系列手机就要正式发布了。作为三星电子最新力作 ，S24 系列不仅承载着三星非折叠屏产品线的复兴的希望，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海外手机品牌在2024年的产品动向。不过，就像过去的每一代三星 S 系列旗舰手机一样，因三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对多个运营商铺货，总有那么几个粗心大意的员工会搞错接近时间，提前偷跑 S24 系列的硬件配置。比如前段时间，一张疑似沃尔玛 S24 Plus 商品截图的图片就在海外社交媒体流出，在反应过来后，沃尔玛已经将相关页面删除，但从截图上看，我们依旧能看到 S24 Plus 的部分关键信息。首先 ，S24 Plus 的名字确定了今年三星 S 系列依旧保留 S24、S24 Plus、S24 Ultra 的3级产品定位。右侧的份每期104美元的价格，意味着这款 256GB 的 S24 Plus 基础型号定价应该在999到1099美元之间。在页面下方产品亮点中，我们可以看到 S24 Plus 极为慷慨地采用了 12GB 内存加 256GB 存储空间的配置。考虑到8加 256GB 是 S23 Plus 的起步配置，联系到1099元的定价，我们今年应该不用担心再见到8加 256GB 的三星中杯了。甚至参照 S24 Plus 的定位，泰哥大胆猜测今年 S24 标准版也有望摆脱惨不忍睹的 8GB 内存。视觉设计上 ，S24 Plus 延续了 S23 Plus 时代的设计风格，依旧采用居中挖孔加4边等窄的布局，不过其背面的边缘处理看起来要更加圆润，相信也是遵循了现在流行的设计语言。机身重量标注为 6.95盎司，约合200克。对一款采用 6.7英寸屏幕的次旗舰来说，这个重量也算合理，但钛合金等高端边框材质大概率无缘 S24 Plus。相机方面，该截图仅标注了 50MP， 并无详细信息。不过在补充说明，三星也介绍了 S24 Plus 的部分功能，比如 AI 即时翻译、夜景变焦、生成式 AI 图片处理。另外，屏幕分辨率也明确为3120×1440。虽然 S24 Plus 还没正式发布，不过从现有的消息来看，Tiger认为 S24 依旧是一款主要面向海外高端 Android 市场的旗舰手机。当然了，这只是高情商说法，用更直白的话来说， S24 Plus 的配置和定价在中国手机市场并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力。首先，定价方面是一个关键因素。S24 Plus 的起步价在999到1099美元之间，按照中国内定价习惯，税后价格可能会在7999到8299元之间，与其他中国手机品牌相比显得较高。但在中国手机市场中，我们完全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到配置更高、性能更强，同时系统更好用的产品。说到系统，三星臭名昭著的 One UI 也需要为三星的销量负责。One UI 虽然注重功能丰富和个性化，但其繁琐的设计显得过于复杂。此外， One UI 的设计语言与中国内一些主流应用的风格存在不协调之感，用户在使用时可能感到界面不够统一，导致整体用户体验不如一些本土手机品牌。再加上半生部署的本地化适配， One UI 的表现可以说与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背道而驰。此外，消费者对于国产手机品质和服务的信任度提升，也是三星在中国市场面临阻力的原因之一。中国品牌逐渐建立起了更强大的品牌形象，用户对于本土手机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有了更高的期望。相比之下，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形象并没有赢得足够的认可度，这导致了一些潜在用户对其持保留态度。当然了，作为全球 Android 手机市场具有实质性影响力的品牌，三星也不会就这么倒下。和其他手机品牌不同，三星背靠着整个三星集团的产业链，在技术整合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在2023年4月，海外博主 Ravagnus 发推文称，三星 Galaxy S24 系列将可能会采用从电动汽车借鉴来的新电池技术。该电池将采用堆叠式设计，减少电池鼓包等现象。这种设计不仅能提高安全性，而且在相同重量、体积下，可以让电池容量增加 10%。当然，采用该技术并不一定意味着 Galaxy S24 Ultra 将配备5500毫安时的电池，三星也可能继续保持5000毫安时的电量，缩小电池体积，为其他组件腾出空间，实现更为轻薄化的手机设计。不过，三星能整合的并不只有电池技术。
从屏幕到摄像头，从芯片到电池，三星庞大的工业体系让三星手机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整合行业尖端的技术成果。其次，供应链整合有助于降低成本。通过整合供应链，三星可以更好地控制原材料采购成本、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这使得三星能够在全球市场上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吸引更多消费者选择其产品。在全球手机市场，价格敏感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供应链整合可以使得三星手机在价格上更具优势。此外，供应链整合还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和创新水平。通过直接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三星能够更好地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供应链整合也为三星提供了更大的创新空间。在整合的供应链体系下，三星可以更紧密地与供应商、合作伙伴合作，共同推动技术创新，推陈出新，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领先地位。最后，供应链整合使得三星在国际市场上更加灵活应对外部变化。通过建立强大的供应链网络，三星可以更好地应对全球经济波动、原材料价格波动等不确定因素，降低风险。这种灵活性使得三星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更好地保持竞争力。归根结底，三星在中国销量的低迷离不开三星自己错位的市场定位以及对中国市场的傲慢。只不过相比之下，没有本土手机工业的欧洲市场过得更惨，甚至连骁龙旗舰处理器都用不上。但对于那些已经充分享受国产手机内卷出来的高功率快充、本地 AI 体验、本地化优化的用户而言，三星手机的好与坏早已不再重要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